B 啊，圣诞节我们可以出去玩吗？会很远吗？不会啦，开个车一下就到了，对吧，运气？耶，计划达成！我们这趟旅程打算从阿德莱德出发，中间经过努拉伯平原，穿过州边境，前往西澳，途中会经过 Esperance、Albany、玛格丽特河、巴瑟斯顿，抵达 Perth， 然后再经过尖峰石镇、波浪岩、金矿大镇 Calgary， 最后呢再开回阿德莱德，总计有7893公里，耗费3周半的时间。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，Let's go！首先呢，出发的第一站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麦当劳叔叔。很久以前，我在 Lonely Plains 上读到 Air Highway 寂寞公路，那个名字安静却响亮。真正走上这条路之后，我才发现它的奇怪之处。明明一直在往前，却很难说自己究竟走到了哪里，笔直重复，近乎无聊。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啊，是 Lake McDonald， 它是南澳洲很有名的一个观光胜地，大概通常要从市区开9个多小时才会到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会把它安排在从南澳洲开到西澳的行程之一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以前是澳洲这边数1数2大的石膏矿，没错，就是那个石膏拿来做石膏板那个石膏的石膏矿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方就是它后面呢，这边有一个粉红湖。然后呢，这边又有一个普通清澈的湖泊，所以看起来呢，那个景色非常非常非常的梦幻，所以又叫做切西瓜大道。为什么会形成粉红湖呢？是因为在太阳的强烈照射中，这里的盐湖啊，它里面会产生一种类似是胡萝卜素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在一定的阳光强度之下，它就会变成了粉红色的。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个有点奇怪的臭味，很像虾味鲜的那种海鲜虾味这样子。路边的草丛像被时间不断复制的风景，一样又一样。出发的前几天，我还在替旅程安排节点 Big Gala 粉红湖海岸线，直到我发现，真正填满一天的不是那些名字，而是没有尽头的路。现在时间是早上凌晨的5点半左右，真的实在太冷了，我们2个被冷醒。现在体感温度刚才看了一下是8度，超级冷的。希望明天不会那么冷了，冷到睡不了。好冷。我现在来到的这个景点呢，是这段行程之中呢，很多人都推荐要来的一个景点，然后也是我之前在网络上看过一组很漂亮的照片的一个风景。那究竟是怎么样的景点呢？我们一起来瞧瞧吧 ，Let's go！ 这也是门票的价格哦，从5月1号到10月31号是看金的季节。2张门票，现在就进去来看看吧。要门票的 Lookout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呢？刚才门口写着这个步道啊是全长1.2公里的步道，所以如果要来的人呢，记得要带水，然后还有毛毛，不然换一个挺晒的。OK， 10块钱门票的风景步道走完了，我个人觉得还蛮值得的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觉得南澳的大洋路比墨尔本的大洋路漂亮的很多，只是来的方法有点麻烦而已。如果经过了这里呢，千万不要错过。那么我们就前进下一个景点吧 ，Let's go！ 那很远吗？不会啦，开车就可以到了啦。在 Air Highway 上，时间不是被公里数切开的。它是被一段又一段的沉默拉长再拉长，网络讯号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 Google Map 上面呢推荐的一个 cafe，
可能因为这条公路太无聊了，可以去的景点太少了，于是我们就开了大概15-20分钟的车进来看看。但真的这一整条路啊，都是土路跟石头路，所以如果真的要进来的人，自己考虑一下自己的车子能不能应付。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Cave 看起来大概是怎么样，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要不要停留这里。周围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坍塌了，然后也有人走下去过的痕迹，感觉是一个很深然后很宽广的 cave。每晚停下来扎营，风扬起铁锈红色的沙，那是澳洲内陆特有的颜色。抬头是铺满夜空的银河，偶尔一道流星划过。今天是我们野营的第2个早上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一片狼藉的我。Anyway， 这个地方呢，风真的是很大。我昨天晚上那个帐篷啊，就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感觉随时要解体了，我好怕，你知道吗？怕到就是我10点进去睡的，然后可能2点、3点、4点、5点都起来一次，最后6点算了，我直接爬起来不睡了。我昨天晚上有看到丁狗，然后这边跑来跑去很可爱，长得很像我家以前的小宝，一只狗狗，然后还看到了兔子。不过呢，这边还蛮特别的，是因为这边是一大片的那个石灰岩，然后边缘啊，有些地方是已经崩塌掉了，所以呢，这边国家公园管理处啊，他们把很多个露营的点都给封掉，然后只保留几个可以露营的点。如果要来的人，一定要看清楚 Wiki Camper 写哪里可以露营，哪里不能露营。我望着那条笔直的寂寞公路，突然想到，如果人生也是一条时间轴，那我究竟走到了哪一段？我以为跨过州界的那一刻会有一种完成感，但真正抵达时，迎接我的不是答案，而是一种距离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我离熟悉的世界已经很远了。哦耶！我们现在终于抵达西澳跟南澳的边界了，那么接下来就前往西澳国 ，Let's go！耶！开了好几天，我们终于穿越了直线90里，哦耶！继续往前进，博士，我们来了。今天是澳洲野营的第3天，然后昨天白天呢，因为我们去了太多景点了，以至于晚上的时候临时赶不到我们预计的那个营地，然后最后就在 Wiki Camp 上面临时找了一个营地。另外，因为我们已经开2天了，我觉得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漫长，就是除了中间有一些海景很漂亮的地方呢，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景点的。寂寞公路真的是名副其实，然后很多时候都是荒无一人，就是只有我们一台车在开这样子，可能还要自己找乐子吧。2个人开车起码可以聊个天这样子。那因为你的手机在这里是没有讯号的，我推荐呢在出发之前最好先用手机，然后查好你的景点，然后跟露营地的坐标，不然的话，像我们昨天晚上，如果我没有带着心电的话，就找不到露营地了，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那至于要如何寻找到好的露营地呢？请看我另外一个短片的教学，教你如何在澳洲寻找到好的露营地。今天是西澳之旅的第几天啊？第3天。对，第3天。然后呢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，Bill 的手机是10点14，对。然后呢，我的手机是9点29。神奇的是，我们车子的时间，导航上的时间是10点59。到底谁是正确的嘞？刚才在路边看到了有一个鸟类告示牌，说这里有个鸟类保护区。打开 Google Map 看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那个球种巴丹，一切而是鹦鹉。然后因为我很喜欢鹦鹉，所以想说进来看一下。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走了应该40分钟有了吧，然后都还是沙石路。我觉得我的那个肚子上的脂肪应该有震碎机、碎纸机的效果。
吃回去可以瘦个2公斤。开了1个多小时，到了这个小鸟保护区，一只鹦鹉都没有看到，它们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就觉得好热哦，现在外面有49度，我总觉得好像在烤箱里面走路的感觉。从阿德莱德出发走到这里，有人说这是一条寂寞的公路，但对我来说，它更像是一段被留下来的时间，一个不需要赶路，也不必证明什么的地方。也许这就是 Air Highway 的方式，它不指引出方向，不给出答案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你，你正在路上。所以这一集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，下一集从 Experience 出发，换一种风景，继续往波斯。如果你想知道这趟路最后会把人带到哪里，欢迎订阅、留言、按赞。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